萌萌，你什么时候回自家公司？爸，我不想去总部上班，我现在这个公司就挺好。你要我锻炼管理能力，要不就把我现在这个公司买下来嘛。我非常喜欢现在这个公司的上班氛围，在我的软磨硬泡下，老爸终于答应把公司买下来。当我第二天兴高采烈去到公司，想跟大家分享好消息的时候，主管却通知我已经被开除了。曾经跟我关系非常好的同事，在这一刻全都变脸了。你的岗位可有可儿，不换你换谁？整个公司里就你最没用，不开你难道开我们吗？我不以为意地说：“好。”我转身走出公司大门。2天后，以新老板身份重新降临。各位，你们上班怎么摸鱼的？我可比任何人都清楚。今天踏进公司第一步，我就察觉到氛围不对劲，他们好像在跟我刻意保持距离。以前可不是这样的，大家都很热情。我用了整整5分钟的时间，才说服老爸把这家公司买下来，就是因为我喜欢这里上班的氛围。琳琳，我给你带的咖啡。琳琳看着我连忙摆手，我不要，你自己留着喝吧。这时，刘星走到我面前，他是公司主管，以前的老板不常来，公司里的所有事情都是他说了算。秦雨萌，你被开除了，收拾好你的东西，赶紧走吧。这下我明白了，原来他们知道我会被开除，所以才跟我保持距离。我问道：“刘主管，我做错了什么？你要开除我？”刘星不屑一笑，说道：“我身为公司主管，开除你还需要理由吗？全公司里，我最不喜欢的人就是刘星，他是个老色皮，经常对女同事动手动脚。我还打算用新老板的身份开除他呢，没想到他倒是先把我开除了。”刘星继续说道：“你还不知道吧？公司已经被收购了，新老板下周一就会来，接下来公司肯定会整顿。像你这样的废物，留下来只会拖累其他同事。”我看向同事，问道：“我拖累你们了吗？”我本以为会有人帮我说话，没想到他们全都不看我，沉默不语。那一份我喜欢的氛围瞬间烟消云散。我看向刘星说：“你知道新老板是谁吗？”刘星嘲笑地看着我：“不管是谁，那也不会是你。你关心这么多干什么？赶紧把你工位的东西收拾好，给我滚！”我本来打算下周一再用新老板的身份跟他们见面，现在看来等不到了。我说道：“刘星，不瞒你说，我就是新老板。现在不是我被开除，而是你被开除。”刘星愣了一下，然后捧腹大笑：“哈哈哈哈！你是新老板？秦雨萌，你他妈脑子被门夹了吗？”我淡定地说道：“你不相信我？”刘星大笑着说：“我又不是傻逼，当然不相信你。你看看这里谁会信你？”我看向其他同事，几乎每个人脸上都挂着不屑的笑意，就连曾经跟我以闺蜜相称的琳琳，也笑得面红耳赤。她说道：“秦雨萌，有个小道消息你不知道吧？收购我们公司的是三和集团，你要是新老板，那三和集团岂不是你家的？”刘星摸着下巴，一脸沉思地说道：“三和集团的老板倒是姓秦，不过不是每个姓秦的人都能和你扯上关系，赶紧滚吧，我不想再看见你。”我问道：“为什么开除的是我？”其他同事一听我的话，瞬间怒了：“秦雨萌，你什么意思？难道我们该被开除吗？你自己死就行了，还想拖我们下水？妈的，你的岗位可有可无，不开除你开除谁呀？对呀，你在公司里最废物，就应该你被开除。曾经那些一张张和善的脸，现在个个怒目相对，仿佛我成了他们的仇人一样。这就是真实的职场吗？亏我还觉得这里的上班氛围不错，让老爸把这个公司买下来，原来这才是他们的真实嘴脸。看着刘星的小人嘴脸，我恨不得把他的脸皮撕下来。三和集团下周一才会派人来，那时候我才能证明自己的身份。我说道：“下周一，我会让你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权利。”刘星嗤笑着说：“还要在我面前装腔作势，老子在职场混这么多年，能被你一个新人吓唬住？”我转身准备走，刘星把我叫住：“
把你工位的东西收拾好带走，我们公司不留垃圾。我转头冷眼看着他，你要是敢动我的东西，我一定不会饶过你。刘星肉脸一横，说道：你要是不自己拿走，我就让人给你扔垃圾桶。我说道：怎么扔的？我会让你怎么捡回来。刘星吼道：老子是主管，又不是清洁工，你算个什么玩意儿？要我给你捡回来？琳琳，把这个傻逼的东西拿去扔了。琳琳乐呵呵跑去我的工位，这可是我在公司里最好的闺蜜，没想到一切都是假的。我已经走到了公司门口，听到她这句话之后，我停下脚步。下周一我会给你换个新岗位，清洁工这个岗位非常适合你。刘星暴躁地说道：傻逼，老子不是被吓大了，有本事你真来，不来是孙子。离开公司之后，我的心情非常郁闷。我现在终于明白老爸说的那句职场无亲朋是什么意思了，一个个变脸的速度也太快了。我回家蒙头大睡，直到第二天周六，我没其他事情，准备去购物缓解心情。我挑了一件裙子，正拿在手里准备仔细看看，有一只手伸过来，拿起了裙子的吊牌。你买得起吗？我转头一看，是琳琳，她身边竟然还跟着刘星这个老色皮。琳琳笑着对我说道：这条裙子的价格比你一个月赚的都还多，你最好不要乱碰，万一给别人碰脏了，你赔不起。我深吸了一口气，问道：琳琳，你怎么会和刘星在一起？琳琳一副亲昵的样子，挽着刘星的手。刘星得意地说道：公司新上了一个台阶，我以后会赚得更多。他跟我在一起很奇怪吗？我被恶心得快吐了。以前琳琳经常跟我吐槽刘星有多猥琐，她还说多讨厌刘星这种油腻男。没想到他现在竟然跟刘星谈恋爱，就因为公司被三和集团收购，他认为刘星的事业能够更上一个台阶，所以甘愿臣服这个男人。我冷笑着说道：公司新上一个台阶，不会跟你有关系。刘星说道：怎么会跟我没有关系？公司在三和集团旗下，必然发展得更好，说不定我以后有机会直接入职三和集团。你羡慕了吧？我羡慕，三和集团都是我家的，我需要羡慕他。琳琳一脸崇拜地看着刘星说：三和集团可不是人人有资格进去的，某些人肯定会羡慕你。我胃里一阵翻江倒海，真的快吐了。琳琳又对我说：你还是赶紧去找工作吧，父母养你这么大不容易，你难道还要啃老？这种名牌店也不是你有资格来逛的，看多了这些好东西对你没好处。我气笑了，说道：你认为我买不起吗？琳琳理所当然地说道：废话，你怎么可能买得起？这件裙子我挺喜欢的，我要了。说完，她把裙子从我手里抢走，这是要故意在我面前彰显她的经济实力。我对琳琳说道：你一个月的工资也不过正好买这件裙子而已，你真的舍得吗？刘星大手一挥，说道：有我在，他有什么买不起的？不像你，只能干看着。你买得起吗？琳琳笑着走向收银台，对收银人员说道：帮我把这条裙子装起来。收银人员微笑着给她服务。琳琳转过头，一脸挑衅地看着我：只有付了钱，才能得到贵宾般的服务，像你这样的人，一辈子也没有机会体验。我不明白，我跟他也没仇，为什么要针对我？刘星对其他导购说道：我劝你们看好这个人，他刚丢了工作，没有收入来源，万一把你们店的衣服摸脏了，他可赔不起。我快被气炸了。刘星继续说道：你们别不信我的话，这个人是我公司的，刚被我开除，我可是好心提醒你们。刘星说完，把自己的银行卡拿出来递给收银员。琳琳挽着刘星的手，不停用胸口蹭着刘星手臂。你付钱的样子太帅了，某些人也想有一个这样的男朋友吧，只可惜他不配。我实在没忍住，破口大骂：我配你一脸，他这种男人送给我，我也不要。琳琳一副阴阳怪气的样子看着我：哟哟哟，急了急了，我知道你很想要，但是你根本没机会拥有，所以才会急。
收银员把裙子打包好递给他，他拿在手里对我晃了晃，挑衅而又得意地看着我。你喜欢的东西被我买了，更生气了吧？我耸了耸肩，说道：无所谓，我根本不喜欢这条裙子。琳琳捂着嘴笑：你是不喜欢，还是买不起？我没有反驳他的话，只是随意去选了10套衣服。琳琳看笑话一样看着我：你疯了？为了在我面前装有面子，故意选这么多，可是你付不起钱，一样要丢脸的。他又对那些销售说道：我劝你们别为了他白忙活，他不可能有钱付。刘星说道：他这个人我很了解，1个月3000块的工资，而且还被开除了，这些衣服买下来的几万块，他根本不可能付得起。我懒得搭理这2个神经病，直接把银行卡掏出来递给收银员。刷卡成功的瞬间，刘星和琳琳脸色大变，收银员一脸笑意地把收银小票双手递给我：美女，小票你收好，有任何质量问题可以凭小票售后。几个销售把我送到店门口，我笑着对琳琳说道：这就是你说的贵宾服务吧？怎么没有人送你呢？琳琳气得脸色铁青，说道：你父母知道你这样花他们的血汗钱吗？你连工作都没有了，还认不清自己？我笑着说道：有没有工作，下周1就知道了。琳琳扑哧一笑：你还活在梦里没醒呢？你要是公司新老板，我给你舔鞋。周1我一定会准时到公司，我看你敢不敢来。秦雨萌，你有本事就来打我的脸。刘星赶紧安抚着琳琳，说道：别生气，别生气，跟一个傻逼置气干什么？他哪有本事打你的脸？一个被公司开除的人，只要他敢出现在公司里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他。刘星又转头看向我，威胁道：你要是敢来公司，惹到新老板，我必定打断你的腿。周1的时候，我早早去了公司，想要看看刘星他们的笑话。当我爸的助手陈海从车上下来的时候，刘星像条哈巴狗一样，点头哈腰走到陈海面前：陈总，没想到我们公司的新老板竟然是您，公司的员工都在这里等您。陈海淡淡的说道：我不是新老板，只是来协助新老板上任的，他应该很快就会到了。对了，说起新老板，你也认识，听说你们关系还挺不错。陈海的话说完，刘星高兴得满脸褶子，他的心里都乐开了花，连连点头：是是是，那您先进去休息会儿吧。陈海说道：等会儿来的人可是个大人物，我哪有资格坐？听到这句话，刘星的脸色大变。陈海是我爸面前的当红人物，他在公司里的地位极高，能够被他称之为大人物，已经不是他可以想象的了。最重要的是，他不仅认识关系还不错，在他看来，飞黄腾达指日可待了。这时，陈海看到了我。陈海虽然看到了我，但他根本没有认出我。半个小时前，我到公司的时候，刘星正带着公司全体员工分成2排站在公司门口迎接新老板。看到我出现的瞬间，刘星暴跳如雷：秦雨萌，你他妈来干什么？刘星面红耳赤，一副恨不得杀了我的样子。其他同事纷纷开口骂我：秦雨萌，今天是公司的大日子，你非要来闹事，你被开除是自己的问题，为什么要害我们？今天要是不能给新老板留下好印象，我们全都要完蛋。我冷笑着说道：想给新老板留下好印象，我劝你们最好换个态度对我。刘星走到我面前，龇牙咧嘴地说道：你算个什么东西，想让我用什么态度对你？我没有让人立刻把你扔出去，已经算是最好的态度了。刘星看了看手表，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。我刚跟前老板通过电话，只要今天的事情顺利，我就能直接去三和集团入职。秦雨萌，你他妈能不能别害我？琳琳听到这话，双眼放光，对刘星说道：你去了三和集团入职，我呢？我也能去吗？刘星说道：我进去了，以后也能想办法让你去。我不屑一笑，他们竟然还妄想去三和集团入职，那可是我家的公司总部。没想到琳琳竟然当真了，她走到我面前，一把扯住我的头发：
这个贱人交给我。”我把他拖出去，我感觉头皮都快被扯掉了，说道：“你放开我，我就是新老板，就你这样还想去三和集团入职？”琳琳扯着我的头发不放，咬牙切齿地说道：“满嘴放屁，胡说八道，想当老板想疯了吗？你有什么资格？”我一个不稳摔在地上，琳琳却丝毫不手软，扯着我的头发把我整个人往公司外面拖，我疼得眼泪直掉。长这么大，爸妈从来没有打过我，我一直是被他们捧在手心里的明珠。琳琳竟然敢这样扯我头发，我不会放过你，我不会放过你的！我撕心裂肺地吼道。琳琳不管不顾，似乎在她看来，只要把我解决，入职三和集团的事情就板上钉钉了。我被拖到公司门口，刘星还踹了我一脚，怒斥道：“滚！你他妈要是再敢来，老子打断你的腿！”也就是在这时，陈海来了。琳琳怕我乱说话，亲自动手把我的嘴封上胶带，以至于陈海就在我面前，我却因为不能说话而不能让他知道我的身份。我也不指望陈海能够认出我，因为我被琳琳扯了头发，现在完全是披头散发的样子。陈海指着我问道：“他是什么人？”刘星连忙解释道：“这个人已经被公司开除了，他知道今天新老板要来，故意来闹事。”陈海欣慰地说道：“这件事情你做得不错，新老板上任这么大的事情，不能出任何纰漏。”刘星得到了赞赏，高兴坏了。等待的过程中，刘星走到琳琳身边，由于我和两人距离很近，所以能听到他们窃窃私语。刘星暗暗竖起大拇指说道：“还是你够聪明啊，把他的嘴封上，避免他胡说八道。他要是在新老板面前说自己是老板，我们也要跟着遭殃。”琳琳笑着道：“我这么聪明，有没有机会跟你一起入职三和集团？我刚才听陈海说你认识新老板，而且关系还不错，是谁呀？”刘星一脸迷茫地摇着头说：“我也不知道，但是既然认识，肯定就是好事。你放心吧，我飞黄腾达了，怎么能忘了你呢？你现在可是我的小宝贝呀！”琳琳一脸柔媚地说道：“今晚好好奖励你，你不是一直想让我穿你买的衣服吗？今晚穿给你看。”听着两人在光天化日之下调情，我胃里翻江倒海想吐。他们把真正的老板打了，而且还这样对待，居然还妄想进入三和集团。就这样，时间过去了整整1个小时，有些按耐不住的刘星走到陈海身边，弱弱地问道：“陈总，新老板怎么还没有来？”陈海冷眼看着他，说道：“才1个小时而已，你就等不及了吗？就连我都要小心翼翼候着的大人物，你有什么资格着急？”刘星吓得缩了缩脖子，连忙解释道：“我不是着急，这么久没有来，会不会路上出了什么意外？”听到这句话，陈海蹭的一下站起身，一额头的冷汗。琳琳对身边的同事低声说道：“这得是个什么样的大人物啊，居然能够让陈海这么紧张？那种级别的大人物，不是我们可以想象的。”对呀，陈海能这么紧张，越是说明对方背景强大。我们就老老实实等着吧，就算站1天也没资格有怨言，毕竟陈海也等着呢。我虽然不能起身走，但脚还能动。我踹了一下琳琳，琳琳满脸恶相地转头看着我：“老实点，不然我打断你的腿。”我呜呜了几声，引起了陈海的注意。刘星马上对陈海说道：“陈总，对不起，我马上处理。你们来几个人，趁着新老板没来，把他扔出去。”琳琳第一个挽起袖口，我不停挣扎。刘星一脚踹在我肚子上，我疼得卷缩在地上。刘星骂骂咧咧地说道：“贱东西，你非要自讨苦吃！”陈海走了过来，对刘星问道：“你们封住他的嘴，怕他说什么？让我听听。”琳琳赶紧说道：“陈总，这个贱货都是胡说八道，怎么能脏了你的耳朵呢？”刘星接话道：“陈总，不瞒你说，他脑子有问题，你还是不要听了吧。”我目光死死地盯着陈海，陈海或许是察觉到有些不对劲了，推开两人，见陈海要撕开我嘴上的胶带，刘星和琳琳急了：“陈总，你别听他胡言乱语。”
这个女人已经疯了，她只会满嘴喷粪。陈海没有停下手里的动作，帮我撕掉嘴上胶带。我愤怒地吼道：“陈海，你他妈眼睛瞎了吗？”听到我的声音，陈海如遭雷击，愣在原地。琳琳眼疾手快，一耳光拍在我脸上，怒声骂道：“你他妈是个什么东西？竟然连陈总都敢骂！你知道陈总是什么身份吗？他可是秦董事长跟前的大红人。”陈海反应过来之后，一把扯着琳琳的头发，朝她脸上呼了10多个耳光，骂道：“你他妈给我滚开！”琳琳被打懵了，捂着脸瘫坐在地。刘星不解地说道：“陈总，您这是做什么呀？”琳琳指示。刘星话还没有说完，陈海一脚踹在他身上，刘星连退几步倒在地上，嗷嗷直叫。陈海还没有100%确定我的身份，只是觉得我的声音熟悉，他问道：“你是？”我撩开挡在脸上的头发，对陈海说道：“你迟到了。”陈海看清我的脸之后，吓得汗毛都竖起来了。他跪在我面前道歉：“秦小姐，对不起，刚才路上堵车，我迟到了3分钟。”这一幕让所有人惊呆了。我看到刘星愣在原地，瞪大的眼睛都快掉地上了。琳琳已经顾不上脸上的疼痛，痴痴地看着我。其他同事一个个长大了嘴巴：“秦小姐，我没想到您这么早来，我没想到这帮蠢货竟然会这样对您，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，我一定会给您一个交代。”陈海，三和集团秦风面前的大人物、大红人，此刻却跪在我面前，不停磕头道歉。刘星还有些不愿意相信，对陈海问道：“陈总，您这是做什么？干嘛要给他跪下道歉？”陈海咬牙切齿地说道：“你给老子闭嘴！再多说一句，老子打掉你所有牙齿！”刘星吓得赶紧捂着嘴。陈海继续对我说道：“秦小姐，我会去秦总面前请罪。”我说道：“扶我起来。”陈海不敢有半点犹豫，马上把我搀扶起来，然后对他带来的人说道：“把公司门关上，今天一个也别想走。”回到公司里，曾庆主动给我递来一把梳子，我当着所有人的面慢慢梳头。公司里的氛围凝重到几乎让人窒息，哪怕是陈海也面色苍白，浑身不由自主地发抖。梳好了头发，我对陈海说道：“告诉他们我是谁。”陈海虽然不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，但是以他的职场经验，大概也能猜到怎么回事。她是秦家大小姐，是秦董的女儿，是三和集团未来的掌门人。这句话一出，刘星直接吓腿软了，一屁股瘫坐在地上，双目无神。琳琳不敢置信地盯着我，眼泪就像是开了闸，不停从眼眶流出来。那些同事被震惊得无以复加。秦雨萌竟然是秦家大小姐，她是秦董女儿。妈呀！我竟然和三和集团未来的掌门人当同事。我看着刘星说道：“你现在知道陈海为什么说你认识我了吧？”我又对陈海说道：“你说我跟他关系不错，从哪听说的？不知道的事情轮得着你胡说八道吗？”陈海连忙扇了自己几个嘴巴子，说道：“秦小姐，对不起，是我乱说话。”我掌嘴，我继续说道：“我爸让我回集团锻炼，但我更喜欢这里的上班氛围，所以我让他把这里买下来。”我看向刘星，又说：“我万万没有想到，买下公司的第一天，你竟然就要开除我。”听到这句话，陈海怒不可遏，一脚踹在刘星头上：“你他妈敢开除新老板？你眼睛瞎了吗？”说罢，陈海又对着刘星拳打脚踢：“对不起，我不知道你是秦家大小姐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求你让他别打了。”陈海想在我面前表现，所以下手非常重。我没有阻止他，继续说道：“我没有想到，你们居然都是双面人，这一切氛围竟然都是假的。”我又对刘星问道：“我恭维的东西呢？”陈海停手，刘星跪在我面前不敢说话。我知道他已经扔了，继续说道：“扔在哪？从哪给我捡回来，否则我不会要你好过。”刘星吓得连滚带爬跑了，大概是去垃圾站了。我看向琳琳，还没说话，她已经吓得跪在地上了。我说道：“你为了钱，
竟然会跟刘星这种老色皮在一起，你还指望他能够带你进三和集团？不瞒你说，我的确想过以后让你去三和集团发展，但你觉得你还有资格吗？琳琳惊慌地解释道：“雨萌，我是你公司里最好的闺蜜，都是刘星逼我做的。你知道他在公司里的权利，我要是不听他的话，他就要开除我。我也是被逼无奈。”我冷笑着说：“你也有资格当我的闺蜜。刚才扯我头发，是他逼你吗？用胶带缠着我的嘴，是他要你做的吗？”琳琳低着头，连大气都不敢喘。陈海走到琳琳面前，怒斥道：“秦小姐跟你说话，你聋了吗？回答呀！”琳琳被吓得浑身一颤，放声痛哭。陈海扯着她的头发，把她拖到我面前：“秦小姐的头发也是你敢动的？你不过是个小小的职员，你有什么资格动秦家大小姐的头发？三和集团未来掌门人，是你可以比的吗？”琳琳只会哭，似乎连话都不会说了。我看向曾庆说道：“刘星被开除了，从今天开始，你就是公司主管。只要你做得足够好，我会让你去三和集团任职。”曾庆和琳琳两人之间有非常大的矛盾，可以说在公司里，两人时时刻刻都是针锋相对的。琳琳见不得曾庆有半点好，所以我故意要让曾庆升职。我的报复手段很幼稚，但对于琳琳来说，绝对是最有效的。曾庆当主管，他一定会非常眼红。果不其然，听到我的话之后，一直哭的琳琳对我说道：“雨萌，不要，不要啊！你怎么能给他当主管？”我冷笑着说道：“本来主管可以是你，但你瞎了眼，处处针对我，诋毁我。我给他希望，再让他绝望。”琳琳哭得昏天暗地，不停磕头给我道歉。她像条狗一样在我面前摇尾。我看向其他人，说道：“你们谁会被开除？每个人应该心里有数，是自己离职，还是我动手？有人骂过我，有人没有。骂过我的人，自然没有资格留在公司。但让我没想到的是，竟然还有人厚颜无耻，想要赔偿，无缘无故开除我们。这是公司不守约，必须要赔偿。对，就算你是秦家大小姐，也不能无视合同。只要你给我们赔钱，我们马上就走，还怕找不到其他工作吗？”我冷笑着说道：“你们在公司怎么摸鱼的？我比任何人都清楚，有没有资格提赔偿？你们难道自己不清楚吗？要我跟你们算算账吗？”一个个低着头，不敢再跟我废话。这时，我爸来了。他气场很强，吓得每个人瑟瑟发抖，就连陈海也在不停抹额头冷汗。我爸走到我身边，叹着气说道：“早就让你回总部，你不听话，现在知道职场残酷了吧？”陈海，听说你今天迟到了。陈海连忙说道：“对不起，董事长，都是我的错。”我爸说道：“给你个机会弥补，记录下这里的每个人，从这家公司离职的人。如果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在本地找到工作，都是你的责任。”陈海说道：“董事长放心，他们连当保安的机会都不会有。”这时，刘星回来了，浑身脏兮兮，一看就是刚从垃圾堆里回来，但他手里并没有拿着我的东西。刘星看到我爸，吓得趴在地上。我问道：“我的东西呢？”刘星哭着说道：“秦小姐，对不起，东西已经被拉走了。我没有找到。”我爸走到他面前，冷声说道：“没有找到，继续去找。什么时候找到了，什么时候离开垃圾堆。”他又转头对陈海吩咐道：“从今天开始，安排人守着他，没有找到我宝贝女儿的东西，就让他住在垃圾场。”看来刘星要在垃圾站住一辈子了。不管他如何在我面前跪地求饶，我都没有放过他的打算。我跟着老爸离开公司，这个地方就算是跟我彻底没有关系了。尽管它已经被买下来了，但今后会有什么样的发展，我并不关心。哪怕是赔钱，对于三和集团来说也是小事一桩。我最终还是进了集团总部。后来琳琳找过我很多次，希望我能给她一个机会。她甚至还想进三和集团工作，但是都被我拒绝了。也是很多年之后，我才知道琳琳和曾庆是同学，
更是同村人，但我不明白他对曾庆哪来的敌意。随着曾庆的发展越来越好，琳琳连老家都没有脸回，这就是报应。这天休假在家，我对正在看新闻的老爸问道：“爸，你说为什么会有这种人？”他仿佛觉得我不该比他厉害，哪怕是我已经证明了，他还是会觉得一切都是假的。他似乎接受不了我过得比他更好。我和琳琳的矛盾是我一直都想不通的。明明在商场的时候，我买了那么多衣服，花了那么多钱，可琳琳只认为我花了父母的血汗钱，根本不相信我的话。我说是我公司新老板，他也一直当作笑话。老爸笑着给我解释道：“很多事情是第一印象决定的。有类人，当他第一眼看到你的时候，他内心就会有一种奇怪的优越感。这种时候，他会以一个强者的姿态照顾你，把你当作弱小。他是自己的怜悯为慈悲。突然某一天，你以更优秀的姿态展现在他面前，他无法接受这种落差，所以他不会相信，甚至会以各种方式诋毁你。这就是人性。不过当他知道你强大到他这辈子都无法企及的高度时，他会像狗一样对你摇尾。要是换做以前，我根本就听不懂这些大道理。但是在这一刻，我悟了。我刚到公司的时候，琳琳把我当作弱小照顾我，她和我以闺蜜相称，或许只是觉得我可怜。当这种印象根深蒂固之后，她心里便生出了优越感。即使我在商场里已经表现出自己拥有足够的财力，她依旧不愿意相信。她只会认为我拿着父母的血汗钱挥霍，因为那是她都买不起的衣服，我在她眼里就应该买不起。直到知道了我的真实身份之后，她明白我已经强大到她这辈子无法企及的高度，所以她开始对我跪地求饶。但是她所犯下的错已经是不可原谅的。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头皮快被撕裂的那种疼痛。爸对我问道：“那个琳琳又来找过你了，给你求饶，想进三和集团？”我点了点头。突然提到这件事情，正是因为琳琳早上又厚颜无耻给我打过电话。我爸沉声说道：“你是三和集团未来的掌门人，你是一个领导，如果过于心慈手软，我的家业恐怕就会全部败在你手里了。”我挥了挥拳头，笑着说道：“爸，你放心吧，伤害过我的人，我不会给他任何机会。”我给琳琳发了一条信息：“从今天开始，你敢再联系我一次，我一定会让你后悔终生。你没有资格当我的闺蜜，你不配。”接下来，我们进入第二个故事。我在郊区夜市的角落里摆摊，随缘看卦，做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的心理咨询。10个人，9个问财运，但求荣华富贵，不求一丝真情。很好，和我一样。当然，也有例外，比如正坐在我摊位前的大眼甜妹，羞涩的让我算她未来婚姻生活是否能美满。从面相看，她眉如新月，山林饱满，的确是有福之相。我老实的回答：“什么婚都结，只会害了你。”顾及同伴还在开直播，甜妹一怒之下怒了一下，只是带着恼意：“你什么意思？我不咸不淡。你未婚夫的父母缘浅薄，应是少年时便没了双亲，对吧？”甜妹不情不愿地嗯了一声。她在外体贴温柔，但从面相看，并不是个和善的性格。一张嘴能言巧辩，哄得你心甘情愿付出，但实际上，他真正在乎的只有自己的得失，亲友爱人于他都不过是获取利益的工具。甜妹下意识反驳：“你胡说，他很爱我的。”我没接她的话茬，指着她男朋友的照片，她额头侧面到肩门部位有明显凹陷，这样的面相，姻缘难顺。最重要的是，你未婚夫在夫妻宫生恶黑痣，主妻妾死难，不分手，轻则有血光之灾，重则死于非命。甜妹被气成辣妹，果冻般软嫩的皮肤上腾起2团红云，声音也拔高8度：“你这个胡言乱语的神棍，别以为我不知道套路，见人就血光之灾，动不动就死于非命，把人说怕了，再哄骗顾客花钱化解。”说着还一把扯过同伴的手机，镜头对准我：“
直播间的宝宝们，你们看见了吗？大家千万别上这种神棍的当。我们生在新时代，长在春风里，绝对不能搞封建迷信，被神棍骗财骗色。师傅说的没错，恋爱脑果真是顽疾。我本想尊重他人命运，放下助人情节，但见他的夫妻宫已经生出往眼睛方向蔓延的淡淡血气，还是掏出了我的蓝色小本本。甜妹一愣，直播间的弹幕倒热闹了起来。咋？持证算命？这好像是道教那个什么证啊？啥证啊？我还有小葡萄直播间的铁粉证呢，说持证算命的别扯了。真大师谁在夜市摆摊啊？嗨，这种小本本拼夕夕10块钱3本，主播别被唬住了。甜妹几乎是瞬间就被贾正说服了，不等我劝他三思，便拂袖而去。鹤鸣观下一任观主，师傅说坤道修行，一不小心就会耽于情爱，便在接任观主之前，把我踢出山门历练。但我合理的怀疑，师傅只是想节省观里的开支。鹤鸣观地处偏僻，去年一整年只来了一位善人，可怜我小年纪就要下山为师赚钱。我落脚的这个夜市属实偏远，除了周末热闹点，平时来的最多的就是附近住的居民。蚊子比人多，先到贵生，但有的花脚蚊子真是老奶奶爬楼梯不扶不行，非要在我眼皮上叮了个大包。我哪受过这种委屈，立马起三山诀，取净水，撒五方，驱赶蚊虫，效果立竿见影。没想到这个小操作竟然很快被人发现，这个夜市没蚊子的事情，短短时间就被附近来乘凉的居民传开，一发到网上，看热闹的人更是一茬接一茬。大家都想在夜市找到一只蚊子，但毫无例外都没成功。我自己蹭自己的热度，画了一批杂服出售，除了主打产品驱蚊服，还有些杂七杂八的日常用服，5元一张，销量喜人。而那些图新鲜买杂服带走的游客们，回去后生活都发生了一些微小却神奇的变化。因为失眠眼袋掉到嘴角的白领贴了符，一觉到天明，香蕉当饭西梅汁当水喝也岿然不动的美女，一泻到千里，满脸红肿痘的中学男孩痘痘偃旗息鼓，一举成了名。于是很多人都在网上感叹，随手买的符竟然是人生作弊器，优雅，太优雅了。欧莫，请告诉我这个坚定的唯物主义者，这符到底用了什么科技与狠活 ？AI 都能写小说了，还有人信符咒有用？智商在哪里？常识在哪里？地址又在哪里？这天我又在埋头画符，突然光线被挡住，一抬头，呆，哪来的青面獠牙的小妖怪，竟敢到我面前放肆！我手上诀都捏好了，准备教他做妖。小妖怪嘴一咧，哇哇大哭。仔细一看，这不是那长得挺甜的恋爱脑吗？我态度诚恳，这位善人，您终于发现爱不能止痛了。小妖怪哭得更伤心了，激动地控诉：大师，我错了，我以前不该说您是神棍。领了证我才发现，他根本不是银行工作的青年海归，高中肄业后就一直打零工。我很生气，但他说他是太爱我又太自卑，怕我看不起他才撒谎骗我。我鬼迷心窍心软原谅他，还让他进我的团队一起工作。他居然背着我跟品牌要好处。我发现他手脚不干净以后，就不再让他替我对接商务，自己一个一个品牌去道歉解释。好不容易重新接到了大品牌的商单，他竟然……说到这儿，小妖怪情绪越发激动，胸口起伏剧烈，好像下一秒就要闭过气去。我忙执笔画符，往他脑门上一贴。小妖怪愣了一下，呼吸间将符纸吹得上下摆动。你现在可以继续说了。他试着感受了一下，呼吸竟真的顺畅许多，看我的眼神不免又多了些敬畏。那天签合同，我请对接人吃饭感谢，到家就有点晚。从我进家门开始，他就各种阴阳怪气，话里话外都在贬低我做的账号配不上这种品牌，越说越难听，最后指着我鼻子骂我下贱，出卖身体换合作，
见我们推搡，我养的比熊护主就咬了它，它竟然直接把狗从阳台扔了出去，然后对我一阵暴打。小妖怪哭得上气不接下气，扯到伤口又痛得龇牙咧嘴。我肃声：他妄造杀业，来日必受惩罚。小妖怪瞪着通红双眼，咬牙切齿：我不要来日，我要他现在就付出代价。我沉思，也不是不可能，我有钱，花多少都可以。我掏出用卖杂服的钱买的智能手机，拨通一个号码：喂，你好。在他期待的眼神中，我冷静地开口：警察同志，这边要报案，有人涉嫌故意伤害、高空抛物、故意毁坏他人财物。小妖怪本就不小的眼睛瞪得更大了，怎么好像和他想象中的画风不一样？几天后，城市的另一头，一个男人正满脸恐惧地捂着手臂上还在渗血的伤口，神态隐隐有些疯癫。医生，你跟他们说说呀，监舍里有狗，真的有狗，一到晚上就来咬我。你看我的手都被咬成什么样了？监狱医生仔细查看男人的伤口，眉头紧皱。先不说监狱里哪来的狗，光看他这皮开肉绽的伤口，明明就还有清晰的人类齿痕在上面。资料显示，眼前这个罪犯是因为故意伤害罪进来的，除了打人，还摔死了一条狗。监狱医生回想起刚才他看过的监舍监控录像，这名犯人明明已经入睡一会儿，突然就从床上坐起来，翻身四肢落地，上半身无限趴伏在地面上，下半身高高翘起，头部不断耸动，好像在对着空气吠叫，然后就朝自己的手臂猛烈撕咬，用力之强，仿佛撕扯的是香喷喷的烤全羊，画面令人极度不适。蚂蚁般的寒意顺着监狱医生的后背往上爬，让他忍不住打了个寒战。看来这名犯人不仅有暴力倾向，还出现了妄想症状。但他这种情况，总觉得透着一股诡异的劲儿，似乎并不是精神出了问题这么简单。监狱医生甩了甩头，将脑子里刚浮现出那些带着神秘色彩的猜想甩出去，在病历上写下结论，建议送往精神病院进行下一步治疗。自从小妖怪小葡萄勇敢地在网上曝光渣男后，收获了很多关注，了解到我下山是为了给鹤鸣观赚钱，更是自告奋勇要为道观建设事业出一份力，在我摊位上开启了直播。直播收入一半捐给家暴受害者互助会，一半支持道观建设。粉丝自是心疼无数，但也有很多看热闹的。只有我一个人担心博主的精神状态吗？一直说什么玄学，被渣男刺激的神神叨叨的。楼上的别酸，小葡萄算命那场直播我也看了，人家大师就是都说准了，信不信我一个反手给帽子叔叔打电话，举报你们搞封建迷信啊！直播间里网友吵得乌烟瘴气，要来跟小葡萄连线打 PK 蹭流量的博主也很多。小葡萄随便挑了一个连线，那边传来好一阵狗叫声。小葡萄想起他可怜的小比熊，眼圈一红，惹得对面大哥立刻说话加了起来：别哭啊妹子，我就见不得女人哭，别哭别哭，早说你对象是这种虐狗的渣男，就应该送到我这里来，让他知道锅为什么是铁打的。弹幕很多附和，骂渣男是狗，磊哥会骂你就多骂点，这哥们看着莽。其实收养了很多流浪犬和主人弃养的狗，直播也从来不卖货，唯一的链接也只是爱心狗粮。真男人，之前小葡萄就和王磊连过线的，每次王磊看到小葡萄那不值钱的样子，简直笑死了。糙汉 X 小白兔，对不起诸位，我先磕为敬。王磊义愤填膺，继续痛斥虐狗的非人行为。小葡萄在他的劝解下，也逐渐平复情绪。我这儿收养了很多被抛弃的宠物犬，如果你还愿意养狗，可以来挑一只。我蹙眉，如果真的能被送出来，那也算小狗好命。小葡萄就坐在我摊子前面，自然把我说的话全拍进去了。瞬间就有王磊的粉丝不乐意，什么意思？磊哥就狗爱狗，谁不知道？别造谣，一张嘴，天地良心，
磊哥训狗可不是隔壁那谁，从来不用什么火龙果放风筝的暴力训狗，全是科学教养。别以为你蒙准了小葡萄的渣男前任，就在这里瞎说。小葡萄也有点疑惑，但不是对我。在得知渣男被送进精神病院的原因之后，他早已成为我的头号粉丝。你是收养了很多狗，但你没心血气缭绕，死在你手上的狗也不少，且你财帛宫不正，尚有血气浸染，说明你不仅害狗，还以此牟利。王磊咽了口唾沫，勉强挤出一丝笑容。这位大师，我有多爱狗，帖子们都是知道的。我假装没听出他的声音颤抖，飞快掐指算了一卦。你表面收留很多流浪犬，其实私下拍残忍虐狗视频牟利。你的变态受众想自己动手的，你还会把无辜的狗送货上门，最后他们的肉你都卖给了狗肉店，榨干他们给你创造的最后一点价值。我一句接一句，王磊的瞳孔不断放大，眼神中尽是惊恐。没等我说出推断，连线已挂断，直播间陷入短暂沉默后，爆发了新一轮讨论。我不是来心疼小葡萄的吗？怎么突然物种都变成茶了？真嘟假嘟，这跟开孤儿院的大善人其实是个人贩子有什么区别？现在这些博主直播的剧本，我是越来越看不懂了，都加入玄学要素了。说真的，虽然很像编的，但王磊的反应也真的好奇怪。小葡萄匆匆下播，我也没多说，只扬了扬手机，表示我已经报警。一看直播收入，高兴的又奖励自己画了一个小时符。不到3天，知名宠物博主王某因宣扬恐怖主义、极端主义罪被逮捕的新闻引爆网络。从他的电脑中找到了超过10个G的虐狗视频，其下游的狗肉店也因无法确保狗肉来源合法检疫合格而被查处。等小葡萄再次开直播，直播间的人气又上了一个台阶。播能不能连线算卦？主播跟开了天眼似的，咋啥都知道？按照我和小葡萄开播前商量好的，只为拍到链接的人算卦。链接上架不到1秒就被拍下，小葡萄和他私信确认愿意露脸后，开启了连线。镜头那边是一位面容憔悴的中年女性，眼神中透露着深深的疲惫和不安。她的双手不时遮掩着臂上的淤青，眉宇间流露出一丝难以言说的痛苦。大家好，我是阿莲。我没像直播间的网友一样先去关心她的伤痕，而是开门见山。你想算什么？阿莲想开口，又哽咽了一下，还是带着悲戚和希冀。大师，我的老公失踪快3天了，您能不能帮我算算他在哪里呀？家里的生计全靠老公一个人支撑，我胸口疼得厉害，也没钱去医院。这句话还没说完，直播间网友先质疑起来。没钱去医院，有钱来算卦。我寻思888元也够你去挂号看病了吧？别说，你还真别说，本来看这样子像是被家暴过，所以来寻求小葡萄帮助的。没想到封建迷信害死人，宁肯来网上算卦，也不相信科学。阿莲看到网友评论，语调不由加快。不是这样的，我早就确诊了肺癌，不是不去医院，实在是交不起后面的治疗费用。3天前我老公说去找亲戚朋友借钱，就再也没回过家。阿莲眼眶里包着一汪泪，颤巍巍的都是痛苦。我不愿他离开，但他这样一声不吭消失，我实在是担心。我只想见他最后一面，都不用听他亲口说不治了，只要再见他最后一面就好。情绪终于崩溃，阿莲在镜头那边抽泣。大师，求求您帮我算一下，我老公究竟在哪里？我知道是我拖累了他，我只想当面告诉他我不治了，只要他能陪在我身边。我点头赞同，你确实应该放弃治疗。话音刚落，直播间像扔进一颗曼妥思的可乐瓶，瞬间爆发。我看有病的是主播，叫一个病人放弃治疗，太过分了。这么大流量的主播，不说核实下情况，捐款献爱心，还这么冷血，太恶心了，取关。小葡萄看着网友的评论皱起眉，正要开口辩解，就被我打断。
你肺气不足，印堂青黑，医相同源断吉凶。你寿数确实不多，存乎人者，莫良于谋。你眼中有横纹，眼神媚烟，而且血气回绕，应该是沾了人命。阿莲眼睛瞪得滚圆，呼吸也变得急促而浅短起来。你神经病啊，乱说什么呢？我手边飞快起卦，越算越精。见我一时没说话，阿莲似乎也多了些底气。我是看你算准了那个虐狗的，才病急乱投医。没想到你算一个说一个人不好，到我这儿直接就沾上人命了。你根本就是骗钱的吧？退钱，骗子，快点退钱！什么？退钱是不可能退钱的，这辈子都是不可能退钱的，这是在逼我。我手指翻飞起诀，闭眼默念口诀，阴阳结晶，水灵显形，灵光水射，通天达地。再睁眼，看到阿莲脖子上骑着一个8、9岁的小男孩，小小的脸蛋上遍布零星血斑，脚搭在阿莲胸口一晃一晃，双手紧抱着阿莲的头，像抱着心爱的玩具，脑袋还依恋地贴在阿莲头上。感受到我的眼神，小男孩不停地眨巴着已经看不到一点眼白的眼睛。瞬间，我读到了事情的全部真相。你和前夫生了个男孩，前夫在沿海打工，1年也回不了家几次。你耐不住寂寞，认识了你现在的老公，发展成情人关系。你和情夫来往也不避人，你觉得在村里这样的事稀松平常。直到有一天，你儿子放学回家撞破了你们的奸情。阿莲的身体剧烈颤抖着，尖锐到破音的声音暴露出她正处于极大的恐慌中。你闭嘴，你不要胡说八道，我根本就没有儿子。小男孩听到这句话，瞬间坐直了身子，惨白的面孔霎时变得一片死寂，抱着阿莲头的双手越裹越紧。你儿子冲上来和你的情夫扭打，但他才8岁啊，他怎么可能打得过一个30多岁的成年男性？你情夫想掐死你儿子，但强大的求生欲让他奋力挣扎。就在他快要挣脱开时，是你按住了他的双腿。你儿子不敢置信，下一刻他就放弃了抵抗，静止如雕塑。你就这样伙同情夫活活掐死了自己的儿子。阿莲的面色已经逐渐发青，呼吸急促，却还是不信邪似的尖声辩驳：事情根本不是你说的那样，你根本没有证据。我的目光越来越冷。你不是说你没有儿子吗？我，就算你这样对你儿子，你儿子还是放不下你，要不然他也不会日日夜夜陪在你的身边。直播间的评论一直在不断滚动，有没有人报警？主播说的是真的吗？我好怕，快来个人告诉我是剧本。我看着已经被小男孩勒得快说不出话的阿莲，你害死了你的亲生儿子，他也不愿转世轮回，只想跟在你身边，看看你究竟为了怎样的生活选择杀害他。如今你千方百计想找到你的情夫老公，也只是想用邪术牺牲他，给你续命。之前还觉得我没有证据而有恃无恐的阿莲，现在已经面无人色。你的情夫老公还在这座城市，看方位就在西南角，你可以好好想想那个方向他有什么落脚的地方。阿莲一怔，直接掐断了连线。我示意葡萄关闭直播，并且报了警。很快网警和民警一起找到我，我掏出道士证证明身份，又将我能提供的线索都一一道出。尽管有关部门对持证人士是尊重的，但他们脸上的怀疑也很明显。我对网警说：“您家里的宠物猫不是走失了，是被您家老人扔掉了。您家老人帮您和妻子带娃带到10岁，日常相处积累了很多矛盾，现在又觉得是你们过河拆桥，孩子大了就嫌老两口碍事了。”网警是个30多岁、微胖戴眼镜的男人，在听到我说宠物猫的时候，脸色已经有变化。听完更是急忙辩驳：“我不是，我没有，我们根本没有嫌弃老人。”我微笑，我知道您日月角平坦光洁，眉浓且密，是受父母恩惠但也知恩图报的类型。但一家人心结宜解不宜结，还需要多沟通，别让老人钻牛角尖。
王景连连点头，刚才的一点质疑早已烟消云散。与他同行的民警见状，对刚才收集的情报又多了一分重视。你放心，我们会回去上报研判。如果他真的有罪，是不会逃过法律制裁的。在开直播时，观看人数已飙升破千。葡萄熟练地打开要跟我连线的对象，一个叫 Vala 的同城 ID， 画面接通，是个留着男孩发型的小姑娘，坐在卧室书桌前，声音又轻又软。大师，我想算算我能不能考上心仪的大学。我掐指起卦，略沉吟后开口：你耳轮高挂，山林饱满，在学业上必有所成，不仅能考大学，如果你愿意继续深造，也是有发展空间的。不过，我微微皱眉，你最近是不是遇到什么困扰的事情？Vala摇摇头，我生活很幸福，没什么烦恼。直播间网友忍不住了，是不是算命就要说人家不好啊？前几次就算了，这个年纪的乖巧学生妹能有什么困扰啊？苦恼早上起不来吗？我也觉得，隐隐感受到了套路的痕迹。求求主播说点好的吧，别伤害未成年少女。我没理会网友的评论。你日月角暗淡无光，和你亲生父母缘薄。你现在跟谁一起生活？Vala面色一变，坐直了身子。我确实是在福利院长大，然后被我养父母领养。养母去世后，现在一直跟我养父生活。我继续问，你和养父的关系如何？Vala神情柔和。我爸爸对我很好，他是做生意的，给我提供了优渥的物质条件，平时在生活上也很关心我，细致到连我的饮食都安排得井井有条。看着他腹弓之上围绕的污浊之气，其中还隐有血色。我摇头，你和养父的关系不像你说的那样。Vala有些生气，正要跟我理论，我正色打断他：你把手机音量调小，去看下你养父在做什么。Vala半信半疑地举着手机去了客厅。客厅空空荡荡，但厨房却传来了令人牙酸的磨刀声。直播间的网友也听到了。什么情况？这年头谁还在家里磨刀啊？刚才主播说他们父女关系不好，不会吧？不会吧？不会是我想的那样吧？楼上的瞎说什么呢？人家都说了，他养父连他的饮食都照顾得很好，磨刀也是下厨房人的正常操作呀。加一，小妹妹快去看看，肯定不是主播说那样。Vala显然也没被磨刀声吓到，脚步轻快地走到厨房。爸爸，你在干什么呀？随着镜头，我看到一个中年男人，子女躬身凹下线，和眼神流波泛，且Vala的血色来源就在他身上。听到女儿说话，他笑意加深，当然是给我的乖宝贝做饭了，今天给你准备大餐，你回屋等着吧。说着，还放下刀过来，捏了捏 Vala 的脸，一幅父慈女孝的和谐画面。Vala得意地看了我一眼，也没说自己在直播，又走回了卧室。有些被流量池推到直播间的网友也开始抨击我，主播不要为了点流量就次次往坏里说，这世界还是有很多平凡但幸福的家庭的。我觉得还是再看看吧，主播从来没有说错过，万一有什么隐情呢？其实这么大的女儿了，还是养父，一口一个乖宝贝，总觉得有点别扭。见 Vala 回到卧室，我正色道：什么大餐要用剔骨刀做？你养父磨的那把刀细长锋利，上面还有一条放血槽，你确定你家平时有这样一把刀放在厨房吗？ Vala 显然也意识到了问题，但还是嘴硬：你不要危言耸听，我爸爸对我很好。急促的敲门声打断了他的辩驳，我连忙制止：你不要出去。Vala手一抖，还是听了劝告，只是将门打开一条不易察觉的缝，将镜头对准外面。只见中年男人将磨得锃亮的刀背在身后，藏在袖里，走过去开门：情况不对，你快把地址发给我，你有危险。Vala见状也知道情况紧急，私信给葡萄发了地址。所幸他住的地方不算太远，我嘱咐葡萄立刻报警，随即气贯全身，双手掐诀，默念口诀：天圆地方，律令9章，无金下笔万归伏藏。葡萄来不及跟我多说一句，
抬头已经看不见我身影，神行千里诀运转起来，我拼命往地址所在赶去。手机仍在直播，网友在评论区里已经炸开锅，什么情况？我是在飞吗？我的物理学受到了冲击，快告诉我是直播特效！我去，怎么是他？你们快看，Vola的画面中已经拍到了来敲门的人是谁。此刻他嗫嚅着，涨红了脸，十分局促。正是阿莲。Vola的养父先开了口：“好久不见啊，老婆。”这话一出，阿莲像被刺激到了，抬起头，瞪大眼睛，眼底隐有癫狂之色。你还好意思叫我老婆？你拍拍屁股就离开家，除了打钱你还做了什么？丢下我们孤儿寡母在村里，家里没个男人根本过不下去。哦，所以你就找了个奸夫，跟你甜蜜恩爱做鸳鸯是吧？阿莲缩了缩脖子，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Vola的养父似乎再也压抑不住自己的情绪，伸出手薅住阿莲的头发，将她整个人灌到地上。阿莲发出一声痛呼。Vola的养父双目赤红，拎起他的衣领，一个耳光接一个耳光。你有什么脸说孤儿寡母？我儿子呢？邻居告诉我儿子不见了。等我回家，你早就和奸夫跑路了。你知道我回家找不到儿子，也找不到你有多崩溃吗？这些年我跑遍全国，没有一个地方有我儿子的下落。阿莲被连串耳光扇的话都说不出来，只从喉咙深处发出呵呵声，像是马上要断气。Vola的养父见状松开他衣领：“不是偶然看到你的直播，我还不知道我儿子已经被你这个贱人和奸夫害死了。我以为你有多爱你那个贱男人，没想到你找他只是为了用你奸夫的命来给你续命。”阿莲面色惨白，只剩一口气还吊着，却还是挣扎着质问：“你怎么知道？你藏得很深，住在城中村那种地方。如果不是你狗急跳墙上直播找奸夫，我还真查不到你在哪儿。但你既然上了直播，要查你 IP 地址，花钱就能办到。再给点钱给你找的神棍，你不就自己送上门来了吗？”Vola的养父嘴角扯起，但更像在哭。现在把你奸夫叫过来。阿莲自知大势已去，瘫软在地上，像块用烂了的破抹布，毫无反应。Vola的养父似乎已经不想跟他多说，抽出袖中的刀，猛地扎在阿莲大腿上。女人发出凄惨的尖叫，把直播间的网友吓得够呛。小妹妹，你养父疯了，你快反锁好卧室门，别让他进来呀！王警，王警，有人杀人了！Vola看着朝他卧室走来的养父，颤抖着呢喃：“来不及了。”Vola的养父拉开房间门，用沾满阿莲鲜血的手捏了捏 Vola的脸：“乖宝贝，来，帮爸爸把客厅收拾一下。”这个痛失爱子的男人，此刻像从地狱中爬出的恶鬼，令人不寒而栗。偏偏又用亲昵的过头的语气跟 Vola 说话。Vola 吓得手机也握不住了，跌坐在地。他不明白，平时对他千依百顺的养父，怎么突然就成了一个杀人恶魔。直播间只能看到贴近地板的角度，正对着痛得像个虾米一样蜷缩在地的阿莲。Vola几乎是爬着到了阿莲的身边，哆哆嗦嗦拿起阿莲的手机，开口已是哭腔：“阿姨，阿姨，你快点照我爸爸说的做吧，不然你会没命的。”千钧一发之际，我终于赶到 Vola 家门口，1秒钟都不耽搁，两手屈时中2指，大拇指压上，并掐无名指子纹上一节指纹。引雷破，雷光从虚空之中乍现，劈开门锁。屋里的人都愕然地看着我。Vola的养父先开口：“是你就是算出这个贱人害死我儿子的大师。”他咚的一声朝我跪下：“求求您告诉我，我儿子到哪里去了？”此刻，这个男人无比渴望知道自己儿子的去向，哪怕已经注定是个悲伤的结局。我叹了口气：“你老家的猪圈，你找过吗？”男人眼睛抖得瞪得浑圆。猪圈。直播间虽然已经看不清全部画面，但我们的交谈还是能听得一清二楚。天哪，我的耳朵！我到底听到了什么？不会是我想的那样吧？
猪是杂食性动物，成年猪的咬合力在140公斤以上。如果真的是主播说的那样，那这个小孩也太可怜了吧！天哪，给我一把刀，我也要去捅这贱人！那是他亲生儿子啊！Vola的养父接受不了儿子是这样残忍的下场，猛地抱起，却被阿莲抢先一步。对生的渴望让他拔出了扎在他大腿上的刀，横在 Vola 的脖子上。你过来呀，你过来，我就把你女儿也杀了，反正我也活不了了，你也不要想好过。Vola 养父瞬间停下动作，大喊：不要！你不要伤害我女儿！阿莲嘴角溢出鲜血，呛得他咳嗽起来，但锋利的剔骨刀仍死死地横在 Vola 脖颈上，已经压出一道刺目的血痕。Vola 哭泣着喊：爸爸，你不要听他的，他一定想跟你同归于尽。阿莲手上用力，血从少女雪白的脖子上汩汩下流，将胸前染出赤色的花。Vola 的养父目眦欲裂，用各种难以入耳的话辱骂阿莲。阿莲露出进屋后的第一个笑容，看起来却是那么可怖。凭什么你现在过得春风得意，而我就要重病缠身？你当年出去打工，知道我们孤儿寡母在家里过的是什么日子吗？什么狗日的男人都想半夜来爬我床，我只能带着儿子躲在地窖里睡。我也只是想过一个正常人的生活，才会跟了别的男人。那他嫌你儿子是个拖油瓶，我又有什么办法？怪就怪他不懂事，非要来把这层窗户纸捅破。我不帮我男人，我以后又怎么活下去？Vola听不下去，悲伤又愤怒地吼出声：明明就是你丧尽天良，为什么要推到我爸爸身上？阿莲像是被刺激到，竟然撑起了身子。你这个小婊子，那你就跟你的亲老爸一起去死吧！说着，他举起刀想刺 Vola 的胸膛。Vola 的养父急红了眼，冲上前去把 Vola 推开。阿莲调转刀口，向 Vola 的养父捅去。按欧炸哩定，在定身诀的作用下，大家的动作都被神秘力量按下暂停。唯余充斥着怨恨、绝望和愤懑的情绪在无声流淌。房间内的污浊能量令我皱眉。骤然一声巨响，子弹从我身侧飞速穿过，击中阿莲手中尖刀。是警察赶到了，屋内时空霎时恢复正常。阿莲因巨大的贯穿力跌坐到地上。Vola 的养父恢复行动能力，第一时间将 Vola 紧紧地抱住。父女俩相拥而泣，像在酷寒冬夜中依偎取暖。网景根据直播中断前的片段。Vola 的养父和阿莲都被带走调查，而我和 Vola 也要去警局协助。看着警察给 Vola 养父戴上手铐，少女的眼泪不要钱一样往下掉，整个人趴在地上哭得脱力。目送警察先一步带走 Vola 的养父和阿莲，我看着 Vola 头入地哭泣，轻声问：还要继续演吗？ Vola 微微颤抖的身体怔了一下，随即归于静默。他抬起头，被泪水浸润过的眸子此刻被怒火燃烧得更加灼热。为什么要多管闲事？我淡淡，你日月角暗淡，复宫之上萦绕淫邪污浊，证明你养父对你有非分之想。你养父鼻梁不仅有横纹，还起结，且上面同样有淫邪之气，主其心术不正，试图用财色交易达到他的目的。他最早收养你，可能是小时候的你让他想起了自己失踪的儿子，所以一直让你留着短发，直到你慢慢长大，出落得愈发好看，才让他有了不一样的心思。不，恐怕他不仅是自己存了兽心，还想将你也贡献出去，换取名利。你一早察觉到风险，选择直播跟我连线，想借我的口点破他的恶行，为你下一步摆脱他做铺垫。阿莲的事情是个意外，你并不知道你的养父计划今天向他们复仇，但对你来说也是个机会，一个借刀杀人的机会。在直播间那么多人的见证下，你可以名正言顺地摆脱嫌疑，不必你自己再费心筹谋。上一辈的恩怨就让他们自己解决，你官禄宫与福禄宫都明亮开阔，你既已摆脱过往困苦，就不要再沉溺在这些恶臭姻缘之中。我蹲下身，扶起 Vola 纤细的手臂，
所以我才说现在已经是最好的结局。沃尔被我说中心事，整个人像清明节孤坟前燃烧的纸钱，最后一丝力气也被抽走。他紧紧地抓住我，像溺水的人抓住了唯一的浮木。我扶着他走出单元门，迎面吹来一阵风。长久独自在内心折磨他的恐惧和怨恨，终于可以在今天被风吹散。少女低低呢喃：“谢谢你。”我其实已经申请到了心仪大学的奖学金，他给我的钱，我想全部捐给你。我也笑，回去再奖励自己画一个小时杂符。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了。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，请为我点个赞和订阅。如果您有任何建议，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。希望今天的故事在你心中留下清香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